第一课，高效填写表单。安娜你好，我们有一些表格要填写，让我们快点把这些填好，好吗？嗨，约翰，当然，我们不应该拖延。在填写表格时，效率是关键。对，首先，请仔细阅读说明，了解要求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填写表格。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应注意可能需要的任何具体指导方针或其他文件。一旦我们知道需要什么，让我们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在我们开始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不想在填写表格时停下来搜索缺失的细节。准备是关键。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从基本信息开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是的，我们应该确保书写清晰，并检查是否有拼写错误。清晰准确的信息很重要。同意。让我们继续阅读下一节，详细介绍我们的工作经历或教育资格，如果适用。请记住，我们应该专注于相关信息，避免提供不必要的细节。绝对可以。我们希望包括必要的内容，避免任何混乱或延迟。当我们完成每个部分时，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回复，以确保它们准确和完整。这是个好主意。快速审查将帮助我们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一旦我们对答复感到满意，我们就确保在需要时签署表格并注明日期。对，我们不要忘记仔细检查是否需要附上任何支持文件。在我们提交表格之前，让我们保留副本以备记录。有备份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如果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参考所提供的信息，有副本会派上用场。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让我们确保通过指定渠道或向有关当局提交表格。是的，让我们仔细按照提交说明进行操作，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延迟。第二课，处理最后一刻的取消。你好，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推出的计划，但是如果出现意外紧急情况，我需要在最后一刻取消怎么办？嗨，约翰，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生活有时会抛出意想不到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是关键。绝对可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会感到难过，但有时候情况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保持理解和灵活性很重要。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请务必尽快通知对方。这是有道理的。及时通知对方表示尊重他们的时间，并允许他们在需要时做出其他安排。没错，对情况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关系，并避免任何误解。但是，如果出现我无法提供任何通知的情况怎么办？
比如突发疾病或家庭紧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或家人的福祉。您的健康和家庭应该永远是第一位的。确实如此，照顾好自己和亲人至关重要。我很高兴你能理解。当然，生活会发生，紧急情况可能会出人意料的出现。富有同情心和包容很重要。谢谢，感谢你的理解。我会尽力避免在最后一刻取消预定，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会尽快与您沟通。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方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清晰和开放的沟通渠道。绝对可以，如果情况允许，我会尝试重新安排时间或以某种方式进行弥补，以表示我的承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手势，它体现了你对他人时间的真诚和体贴。谢谢你的建议。现在，我对处理突发紧急情况和有效沟通更有信心。第3课，购买时装。嗨，安娜，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更多选择，你怎么看？嗨，约翰，我同意，让我们继续寻找，有太多东西要发现。绝对可以。我遇到了这件夹克，它看起来很棒，你觉得怎么样？哦，我喜欢这个风格，颜色和设计真的很时尚，它肯定会成为时尚宣言。我也是这么想的，找到能脱颖而出并反映我们个人风格的作品很重要。当然，时尚是表达自我、展示我们个性的好方法。绝对可以，而且这种材料看起来很高品质，这意味着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在服装方面，质量是关键，最好投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我完全同意，在做出时尚选择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耐用性和寿命。说到选择，你见过这双鞋吗？它们非常时尚且用途广泛。哇，那些鞋太棒了，它们可以很好的搭配休闲和正式服装。没错，拥有可以根据场合盛装或休闲装的物品总是很棒的。这是打造多功能衣橱的明智方法，我们可以混合搭配来创造各种造型。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选择，并充分利用我们的服装。我同意，我们也不要忘记注意合身度，衣服应该舒适又讨人喜欢。当然，舒适是关键，而且，当某件东西合身时，它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整体外观。当然，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希望穿着感觉良好，散发自信。而且，我们不要忽视配件，它们可以提升任何服装的品味，增添额外的风格。你说的对，
精心挑选的配饰可以带来显著的差异，并完善整体外观。绝对可以，正是这些小细节可以对我们的时尚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我完全同意，让我们继续探索，寻找真正符合我们个人风格的作品。当然，时尚世界广阔，总有一些新颖而令人兴奋的事物有待发现。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时尚之旅，做出一些时尚的选择。绝对可以，我很期待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感到自信和时尚的完美单品。我也是，让我们拥抱我们的时尚冒险，享受创造我们独特造型的过程。当然，时尚就是自我表达，享受我们风格的乐趣，让我们让它成为难忘的回忆吧。我说的再好不过了，让我们回过头来寻找那些时尚瑰宝。祝您购物愉快。第4课，烹饪必备品。嗨安娜，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不同的油和香料做饭？嗨约翰，是的，我喜欢在厨房里尝试不同的口味，它为菜肴增添了很多深度。太棒了！我一直在读关于在烹饪中使用橄榄油的好处，这绝对是一个多功能的选择。绝对可以，橄榄油不仅健康，而且还能为沙拉、炒菜和腌泡汁增添美味。我完全同意，它是地中海美食的主食，为菜肴带来了独特的风味。当然，说到香料，你试过用姜黄和小茴香吗？是的，我有。姜黄有很大的健康益处，小茴香为许多菜肴增添了温暖而朴实的味道。没错，姜黄以其抗炎特性而闻名，小茴香增添了可爱的香气和味道。香料如何将一道简单的菜肴变成非凡的东西，真是令人着迷。绝对可以，它们提升了口味，使每口都成为愉快的体验。确实，说到食材，你有没有在烹饪中使用过罐装豆子？是的，我有。罐装豆子非常方便，可用于各种菜肴，如汤、炖菜和沙拉。确实如此，它们是蛋白质和纤维的重要来源，可以节省大量准备饭菜的时间。当然，在储藏室里放一些罐装豆子作为快速而有营养的饭菜，总是件好事。我完全同意，它们是一种多用途成分，可以为许多食谱增加物质和风味。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拥有一个储备充足的厨房，为烹饪之旅提供必须的食材。你说的对，拥有各种油、香料和储藏室必需品，使我们能够探索不同的美食。没错，它扩大了我们的烹饪视野，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多样而令人兴奋的菜肴。
在厨房尝试不同的口味，可能是一种有趣而有益的体验。当然，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使我们能够开发出自己独特的烹饪风格。我说的再好不过了，让我们继续探索烹饪中的新食材和口味。绝对可以，让我们在厨房储备橄榄油、罐装豆类和香料等必需品。同意，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制作美味而难忘的饭菜。我很高兴能继续我们的烹饪之旅，让我们继续在厨房里学习和成长。我也是，让我们拥抱口味，尝试新食谱，享受烹饪之旅。当然，烹饪不仅关乎营养，还关乎创造力和快乐。为此干杯！确实干杯，这里有美味的饭菜，令人兴奋的口味和烹饪的乐趣，让我们尽情享受每一刻。第5课，大自然的宁静。海安娜，你去过一个真正令人叹为观止和宁静的地方吗？嗨，约翰，是的，我很高兴参观了一些非常平静和美丽的地方。这听起来很神奇，我只能想象平静的海水如何使周围环境更加宁静。绝对可以，在宁静的水域附近，无论是湖泊还是海洋，都会对心灵产生舒缓作用。我能想象柔和的波纹和水拍打海岸的声音，营造出一种宁静的感觉。是的，大自然有节奏的声音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令人着迷的是，大自然有能力使我们的思想平静下来，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当然，沉浸在大自然之美中，可以使我们与日常生活的噪音隔离开来。确实如此，它提供了急需的逃生机会，使我们能够为电池充电。绝对可以，大自然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恢复活力，并以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激励我们。我同意，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确实令人敬畏。正是在那些时刻，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宏伟的事物计划中是多么的渺小，生命是多么宝贵。没错，这是一种谦卑的经历，提醒我们欣赏周围的美丽。大自然有办法透视事物，提醒我们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说的再好不过了，重要的是要花点时间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在大自然的拥抱中找到慰藉。绝对可以，大自然是强大的治疗师，也是我们思想和灵魂的灵感来源。让我们重点寻找那些宁静的地方，让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中。我全力支持，让我们抽出时间来欣赏我们周围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当然，这是关于找到那些宁静的时刻，让自己被大自然的奇观所吸引。绝对可以，
让我们拥抱大自然的平静影响，让它恢复我们的精神，带给我们欢乐。我完全同意，让我们有意识的努力，让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宁静之中。大自然可以提供很多东西，让我们探索、欣赏，让它的宁静充斥着我们的心灵。这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让我们踏上宁静之旅，让大自然的美丽引导我们。切实，让我们沉浸在大自然的平静水域中，让它的魔力完全笼罩着我们。我再兴奋不过了，让我们去那里体验自然世界令人叹为观止的宁静。绝对可以，让我们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珍惜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宁静。这里是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它带给我们的快乐，愿我们永远在它的拥抱中找到慰藉。干杯！第6课，健康的饮食习惯。嗨安娜，你有没有考虑过在饮食中加入新鲜水果、蔬菜、全谷物和瘦肉蛋白？嗨，约翰，是的，我相信加入这些有营养的食物对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很高兴听到，新鲜水果和蔬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绝对可以，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和抗氧化剂，以支持我们的整体健康。重要的是要选择各种五颜六色的水果和蔬菜，以确保我们获得广泛的营养。当然，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提供独特的健康益处。这太迷人了，我没有意识到水果和蔬菜中的不同颜色如此重要。是的，这是大自然为我们提供多种营养以支持我们健康的方式。这是有道理的。那全谷物呢？它们如何促进健康饮食？全谷物是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极好来源，它们提供持续的能量并帮助消化。我明白了。因此，通过在膳食中加入全谷物，我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饱腹感并保持稳定的能量水平。绝对可以。藜麦、糙米和全麦面包等全谷物是我们饮食中的绝佳选择。那瘦肉蛋白呢？它们在维持健康生活方式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瘦肉蛋白，例如鸡肉、鱼、豆腐和豆类，为肌肉生长和修复提供必需的氨基酸。这很有趣。因此，在我们的膳食中加入瘦肉蛋白，有助于支持我们的肌肉和整体力量。是的，没错。重要的是要选择瘦肉和其他蛋白质来源，以获取各种营养。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包括各种营养食物在内的均衡饮食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当我们用有益健康、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滋养身体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茁壮成长。令人着迷的是，我们吃的食物如何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和福祉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是的，这证明了营养在支持我们的身体和延长寿命方面的力量。我完全同意，让我们把寻找新鲜水果、蔬菜、全谷物和瘦肉蛋白作为优先事项。当然，通过优先考虑这些食物，我们可以为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生活奠定基础。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注意我们投入到体内的东西。绝对可以，让我们继续自我教育，并就我们的营养做出明智的决定。我很高兴能探索新的食谱，并将这些有营养的食物融入我们的膳食中。我也是，让我们一起踏上美味又健康的旅程。这是为了均衡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愿我们永远把我们的福祉放在首位。第7课，工作的未来。安娜你好，你注意到随着远程办公的兴起，面对面对话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了吗？嗨，约翰，是的，远程工作似乎改变了我们彼此互动和沟通的方式。当然，随着技术的便利，虚拟会议和在线交流已成为常态。有趣的是，科技使我们足不出户就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联系。绝对可以，远程工作为协作和灵活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我确实想念面对面对话的个人风格以及他们提供的非语言线索。我同意，能够亲自阅读某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有其独特之处。这是真的，肢体语言在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话的细微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在虚拟和面对面互动之间找到平衡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对于建立关系而言。当然，面对面的对话使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深的联系，并增进信任。当我们可以进行直接的面对面对话时，建立融洽关系和解决冲突也更容易。是的，有时简单的面对面对话可以带来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加深对彼此的理解。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虚拟和面对面互动在我们的职业生活中的价值。远程工作有其好处，例如增加灵活性和减少通勤时间，但我们不应忽视面对面联系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随着工作的未来不断发展，我们需要想办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没错，这是关于利用技术提高效率，同时仍为有意义的面对面互动腾出空间。让我们努力优先考虑这些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并尽可能寻找面对面对话的机会。绝对可以。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既重视生产力和人际关系的工作环境。这是为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找到虚拟和面对面互动之间的适当平衡。为此干杯！
让我们拥抱远程办公的好处，同时珍惜面对面对话的价值。说得好，让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格局，充分利用它所带来的机会。第8课，户外探险。安娜你好，你有没有尝试过任何需要特殊装备或装备的户外活动？嗨，约翰，是的，我喜欢探索户外活动和参与需要特定设备的活动。太令人兴奋了！你通常在户外探险中使用哪种装备？好吧，这取决于活动。徒步旅行时，我一定要穿舒适的步行鞋和充足的水。舒适的步行鞋对于防止不适和确保愉快的徒步体验至关重要。绝对可以。选择能提供良好支撑和抓地力的鞋子，以便在不同的地形中穿行，这一点很重要。有足够的水对于在户外活动中保持水分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是的，保持水分有助于维持能量水平并防止脱水，这可能很危险。露营或攀岩等其他户外活动呢？它们也需要特定的装备吗？当然，露营时，我一定要有坚固的帐篷、睡袋和露营炉子来做饭。拥有可靠的帐篷和睡袋可确保舒适的睡眠，并抵御各种因素的侵害。露营炉让我即使在荒野中也能做饭和享受热食。这听起来很方便。那攀岩呢？你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攀岩，我需要安全带、攀岩鞋和头盔以保证安全。安全带和攀岩鞋可在攀岩时提供稳定性和支撑，头盔可保护头部免受潜在跌倒的影响。没错，在进行涉及高度和潜在风险的户外活动时，应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重要的是要投资优质的装备和设备，以确保我们的安全并增强我们的户外体验。绝对可以。优质的装备不仅提供舒适性和安全性，还可以增强活动的整体乐趣。我同意，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户外探险经历，值得进行一些研究和投资购买合适的装备。而且，查看天气预报并为天气的任何变化做好准备总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做好准备并拥有合适的装备，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户外体验。当然，让我们继续探索户外活动，充分利用我们的户外探险经历。绝对可以，这里有更多令人兴奋的户外体验以及增强这些体验的装备。为此干杯，让我们拥抱大自然之美，为难忘的冒险做好准备。说得好，让我们做好准备，充分利用我们的户外活动，冒险在等着你。切实，让我们踏上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在户外创造持久的回忆。
我完全同意，让我们让每一次户外探险都成为值得珍惜的旅程。第9课，采摘完美的番茄。安娜你好，你有什么在杂货店挑选完美番茄的小贴士吗？嗨，约翰，是的，在选择西红柿时，你应该注意一些事项。很高兴知道，选择番茄时我应该记住什么？首先，避免有淤伤或斑点的西红柿，它们应该拥有光滑而紧致的皮肤。那么，光滑而紧致的皮表明番茄是新鲜的并且状况良好吗？没错，淤伤或斑点可能表明西红柿已经过熟或处理不当。这是有道理的。采摘西红柿时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吗？是的，颜色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寻找颜色鲜艳且一致的番茄。我应该寻找什么颜色？有任何具体的成熟指标吗？成熟的番茄可以有不同的颜色，视品种而定。寻找颜色深而丰富的西红柿。很高兴知道，我会留意颜色鲜艳稳定的番茄。太棒了！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西红柿的重量，它们应该因为自己的体型而感到沉重。那么，较重的番茄表示它更多汁、更美味。是的，较重的番茄通常意味着它的水分含量更高，这可以增加其多汁性。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贴士，我一定要选择手感更重的番茄。最后，轻轻挤压番茄，它们应该稍微屈服于压力，但不要太软。那么，太软的番茄可能会过熟，甚至开始腐烂吗？没错，你要避免过软或糊状的西红柿。这些小贴士一定会帮助我挑选出完美的番茄。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请记住，通过选择正确的西红柿，可以增强菜肴的风味。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选择最新鲜、最美味的食材。切实，享受烹饪和您采摘的美味番茄。祝您烹饪愉快。谢谢，我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些小贴士付诸实践，享受一些令人垂涎的番茄类菜肴。我敢肯定你的菜会很棒。祝您烹饪并品尝那些多汁的番茄。我会的，这里是挑选完美的西红柿和创造美味佳肴的过程。干杯！干杯！愿你的饭菜中充满新鲜可口的番茄的美味。祝你好胃口。谢谢，让我们让每顿饭都成为美味口味和新鲜食材的庆祝活动。第10课，在线购物。嗨，安娜，你曾经尝试过网上购物吗？我听说这很方便。
嗨，约翰，是的，我尝试过在线购物，这绝对是购买各种物品的便捷方式。很高兴听到。你通常在网上购买什么样的东西？好吧，我在网上购买各种各样的产品，从服装和配饰到电子产品和家居用品。这令人印象深刻。在线购物似乎提供了大量的产品选择。绝对可以，在线市场提供了实体商店可能无法获得的各种选项。确实如此，有这么多选择触手可及，这很方便。它绝对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此外，在购买之前，您可以轻松比较价格和阅读评论。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它有助于确保您做出明智的决定。没错，客户评论可以为产品的质量和功能提供宝贵的见解。我明白在线购物如何带来好处，它有什么缺点吗？好吧，一个潜在的缺点是，在购买这些物品之前，你无法亲眼看到或试穿它们。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通常会查看尺码表，仔细阅读产品描述，并寻找买家对尺码的反馈。这听起来是个好方法，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很重要。当然，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在线卖家的可靠性，选择信誉良好且值得信赖的网站至关重要。这是有道理的，确保安全的在线购物体验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寻找具有安全付款方式和良好的客户满意度记录的网站。我会记住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在线购物的关键。绝对可以，并且不要忘记检查是否有任何额外费用，例如运费或退货政策。好主意，如有需要，请务必注意任何额外费用或退货流程。没错，那么，你以前尝试过在线购物吗？是的，我有。我在网上买了几本书和电子产品，很方便。很高兴听到，在线购物可以是一种省时又有效的获取所需物品的方式。绝对可以，它无疑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切实，只要我们谨慎行事，提高认知度，在线购物就可以成为很好的资源。我同意，让我们拥抱在线购物的便利，同时注意我们的选择。说得好，只需点击几下，即可愉快的在线购物并发现新的宝藏。谢谢，这里是为了给在线购物带来便利和无限的可能性。干杯！第11课，园艺小贴士。
安娜你好，我最近开始园艺了，我想知道除了给植物浇水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嗨，约翰，很高兴听到，园艺可以是一种有益的爱好。除了浇水外，您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事项。我明白了，为了确保植物的健康和生长，我还应该记住什么？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给植物施肥，它们需要营养才能茁壮成长。这是有道理的。我应该多久给植物施肥一次？我应该使用哪种肥料？肥料的频率和类型取决于植物的种类，有些植物需要定期施肥，而另一些则可能不那么频繁的需要施肥。我一定要研究每种植物的特定需求。有选择正确肥料的一般技巧吗？是的，在选择肥料时，要考虑其营养成分，寻找一种能提供氮、磷和钾等必需元素的均衡肥料。含有必需元素的平衡肥料就成功了。有施肥的具体方法吗？最好遵循肥料包装上提供的说明。通常，您需要将其均匀的分布在植物的底部，然后将其浇水。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一定会仔细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太棒了！另一个提示是注意时机，在生长活跃的季节给植物施肥，以获得最佳效果。时机很重要，我会记录生长季节并相应的施肥。太棒了！请记住，过度施肥可能对植物有害，因此请务必遵循推荐剂量。好主意，我不想因为过度使用而造成任何伤害。绝对可以，而且不要忘记在施肥后给植物彻底浇水，以帮助养分到达根部。我一定要在施肥后给它们浇水。谢谢你的提醒。不客气，园艺就是为植物保持健康和滋养的环境。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浇水，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确实，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特定需求，因此研究和了解它们很重要。我会花点时间自学我的植物的个性化要求，我想尽可能为它们提供最好的护理。听到这真是太棒了，您的植物将受到额外的关注和照顾。我希望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它们在我的照顾下成长和成长。我相信他们会的。凭借您的奉献精神和正确的知识，您的花园将蓬勃发展。谢谢，你的指导非常宝贵。这里是成功的园艺和充满活力、健康的植物。干杯！第12课，计划旅行。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在支出方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预算？嗨，约翰，这是个很棒的计划。在旅行预算方面，
我们应该考虑一些事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记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交通费用。你打算如何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本来想飞去这座城市，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机票的费用。绝对可以。研究不同的航空公司并比较价格，以找到最优惠的价格非常重要。这是个好主意，我将研究不同的航空公司和票价，以找到最实惠的选择。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住宿。你如何看待我们在城市的生活？我认为住在酒店会很不错，我们应该寻找一个符合我们预算的产品。当然，选择酒店时，请考虑位置、设施和房费。我会确保在预算范围内找到一家满足我们需求的酒店。太棒了！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开支是食物。你打算在我们旅途中如何吃饭？我认为为了省钱，我们应该尝试将外出就餐和做饭相结合。你怎么看？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研究当地的餐馆，寻找负担得起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购买杂货来做饭。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我们可以体验当地美食，同时也要注意开支。没错。此外，别忘了考虑你想在城市中探索的任何景点或活动。对，我们应该研究博物馆、旅游或我们想参观的任何其他景点的费用。绝对可以。寻找任何可以帮助减少开支的折扣或套餐优惠。我会记下来研究景点的费用，看看是否有任何特别优惠可用。太棒了！最后，留出一些额外的钱来购买意想不到的开支或纪念品，总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个好观点。拥有应急基金可确保我们为任何不可预见的费用做好准备。当然，最好做好准备并留出一些额外的资金，以防万一。我同意。因此，通过考虑交通、住宿、食物、景点和应急基金，我们可以有效地为旅行做好预算。绝对可以。适当的预算可以帮助我们享受旅行的乐趣，同时注意开支。谢谢，我很感激你的建议，我会马上开始制定我们的预算。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请记住，提前计划和预算将使我们的旅行更加愉快。我会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且经济实惠的冒险之旅。干杯！第13课，旅行规划。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计划旅行，你也考虑过这个位置吗？嗨，约翰，当然，位置是计划旅行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你想去哪里？
我在海岸附近寻找有美丽海滩和大量户外活动的地方。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沿海目的地为放松和冒险提供了很多机会。没错，我想享受海滩，也想探索周边地区。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好吧，我一直想去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它以其迷人的风景和风景如画的城镇而闻名。意大利听起来很棒，我听说过关于阿马尔菲海岸的好消息。你还考虑过哪些其他地点？我还调查了法国里维埃拉，它具有类似的沿海魅力，将奢华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法国里维埃拉听起来也很可爱，体验地中海生活方式一定很棒。当然，地中海地区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美味的美食和令人惊叹的风景而具有独特的魅力。我完全同意。那么，在计划这样的旅行时，我们应该如何预算开支呢？必须考虑各种费用，例如住宿、交通、膳食、活动和任何额外费用。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估算费用？研究所选地点的平均住宿和交通费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在线旅游网站可以提供有用的见解。我将确保收集有关价格和成本的所有必要信息。还有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吗？别忘了为膳食和活动预算，寻找当地的餐馆和免费或低成本的景点，以帮助管理开支。好主意，探索当地美食和寻找负担得起的活动可以增强整体体验。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享受目的地所提供的一切和保持合理的预算之间找到平衡。我会记住的。提前计划并为旅行的各个方面分配资金很重要。计划和预算将帮助您在没有任何财务压力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您的旅行。谢谢你的建议，我很感激你的见解。现在，我已经为开始计划行程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我希望你的旅行计划顺利进行，你将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经历。谢谢，我很高兴能探索美丽的沿海目的地，创造难忘的回忆。第14课，音乐追求。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买一把乐器，这似乎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弹奏乐器可以是一种充实的爱好。你决定要学习哪种乐器了吗？我向吉他倾斜，它用途广泛，常用于各种类型的音乐。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吉他是一种流行的乐器，有广泛的学习资源可供选择。
我听说坚持不懈的实践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我应该多久练习一次才能看到进步？定期练习确实很重要，从每天20至30分钟开始，每周至少5天，是打下坚实基础的好方法。明白了，我一定要每天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练习。这是一项伟大的承诺，一致性将帮助您发展肌肉记忆并提高游戏技巧。我很高兴能开始。有什么我应该重点关注的具体技巧或练习吗？绝对可以，从基本的和弦形状和手指练习开始，以增强手指的力量并提高协调能力。我一定要把这些练习包括在我的日常练习中。你为初学者推荐任何在线资源吗？有很多资源可用 ，YouTube 等网站和在线教程平台为初学者提供免费课程和教程。这很有帮助，我将探索这些平台以补充我的学习。有什么特别的歌你建议我一开始吗？从使用你学过的和弦的简单歌曲开始，这是运用知识和保持动力的好方法。我会寻找适合初学者的歌曲来练习，然后逐渐提高难度。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记住，学习乐器是一段旅程，不要因为挑战而灰心，享受这个过程。我会记住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享受音乐和拥抱学习经历。绝对可以，音乐是一种能带来欢乐和满足感的通用语言。我为你的音乐之旅感到兴奋。谢谢，感谢你的指导和鼓励，这是为了发现演奏音乐的乐趣。第15课，实现目标。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你过去做过类似的工作吗？嗨，约翰，是的，我参与过各种项目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你想实现什么目标？我的个人目标是跑马拉松。我想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挑战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曾经为马拉松训练过吗？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目标。虽然我没有专门接受过马拉松训练，但我有长跑的经验。我绝对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提示。那太棒了！我知道这需要奉献精神和结构化的培训计划。我应该如何去创建一个？首先，评估您当前的健康水平，并设定切合实际的里程碑，逐步增加里程，并进行交叉训练，以增强耐力并防止受伤。这听起来很合理。渐进进步和避免受伤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对训练期间的营养有什么建议吗？适当的营养对于马拉松训练至关重要，确保均衡饮食，其中含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和蛋白质，以恢复肌肉。补水也是关键。
我一定要注意饮食，保持充足的水分。为严苛的训练课程补充身体能量是至关重要的。绝对可以。记得倾听自己的身体，并给予足够的休息。恢复与训练本身同样重要。我会记住的。休息和恢复将使我的身体适应并变得更强壮。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遇到过任何挑战吗？当然，挑战是旅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保持动力并克服障碍很重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会记住的。挑战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保持专注和坚持很重要。绝对可以。记得庆祝你一路上的里程碑和成就，认可自己的进步并保持动力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庆祝小胜利将使我对实现最终目标保持动力和兴奋。我很高兴你觉得它有帮助。周围有支持性的社区或培训合作伙伴，他们可以在整个旅程中鼓励和挑战你。这是个好观点。拥有支持系统可以带来显著的不同。我们可以互相激励，追究自己的责任。当然，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请记住，实现目标的旅程与实现目标本身一样重要。感谢您的指导，我很感激你的见解。我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并实现我的马拉松目标。第16课，探索城市。嗨，安娜，我正计划去一个新城市旅行，你对参观的地方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一定要参观城市博物馆，它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你以前去过任何博物馆吗？是的，我过去曾参观过几家博物馆，我觉得它们很迷人。博物馆是了解当地遗产的好方法。太棒了！博物馆提供丰富的信息，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的根源。我同意，探索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可以丰富旅行体验。你有推荐的具体展品吗？这取决于你的兴趣，但我建议你去看看那些突出城市里程碑和重大事件的永久展览。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定要参观这些展品，以全面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此外，别忘了参观当地市场并品尝当地美食，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的绝佳方式。绝对可以，我喜欢尝试新食物和体验当地风味。有什么特别的菜我应该注意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向当地人询问他们的建议，品尝传统菜肴将带您领略这座城市的烹饪遗产。我一定会去找当地最喜欢的，这是欣赏这座城市独特烹饪传统的好方法。在探索时，
一定要参观建筑和地标，它们通常反映城市的历史，是很好的拍照机会。我会随时准备好用相机拍摄美丽的建筑和标志性地标，这将是保存记忆的好方法。绝对可以，别忘了与当地人互动，他们可以提供有关这座城市的宝贵见解和内幕贴士。与当地人互动是个好主意，他们可以分享游客可能不知道的隐藏宝石和人迹罕至的目的地。确切地说，当地推荐可以让您的旅行更加难忘和独特。拥抱当地的热情好客，与人们保持联系。我很高兴能探索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品尝当地美食，与人们建立联系，这将是一次丰富的体验。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请记住，旅行不仅仅是参观地标，还要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很感激你的见解，我期待着一次难忘的旅行。